在建军96周年到来之际，2023年空军航空开放活动长春航空展在长春隆重举行。本次活动中，从运油20首次与歼20、歼16组成空中加油编队进行现场展示，到4架歼20组队亮相炫舞蓝天，空军13型45架飞机展翅蓝天，96型装备成体系亮相，有力展现了空军部队实战化军事训练成果和建设发展成就。那么，运油20首次集中展示3类技战术动作有怎样实战意义？为什么说人民空军能打仗的本领越来越强，打胜仗的底气越来越足？深圳卫视特派记者现场观察。本期节目，评论员王明志、张学峰共同在线深入解读。马上掌握最新消息。在2023年空军航空开放活动长春航空展上，空军除了13型45架飞机展翅蓝天，带来精彩的飞行表演之外，还有96型装备在地面静态展示中亮相。看我身边这一排整齐列阵的钢铁雄鹰们，集中展示了人民空军的发展历程和建设成就。看到了歼20，就是感到我们科技真的是很大进步，能够体会到我们军工实业和空军真的强大。大飞机、2次飞机，还有歼20，4个，这是头一回，这是非常漂亮，感觉特别震撼。现场观众最为关注的是空中飞行表演，在巨大的轰鸣声中，4架歼20首先以尾后队形密集编队低空通场，用特有的空中礼节向观众表达敬意。随后，编队快速调整队形，相继完成4机钻石队形盘旋、大仰角转弯、交叉脱离等动作，展示了飞机优异的机动性能和操纵性能。歼20还表演了难度系数较大的战术对穿动作，相向飞行的4架歼20相对速度超过1000公里每小时，极富视觉冲击力。随后表演了水平8字、上升转弯、大仰角拉起等一系列战术动作。这些动作能够快速改变机动方向，为空战赢得有利态势。深圳卫视记者就飞行动作的实战意义专访空军歼20飞行员董俊。现在所有的飞行表演动作都是平常我们训练动作或者作战动作的一种演变。肯定是有战术意义的。比如说这种急剧的拉起啊，可能一般用于进攻；这些急回转呀，然后下降啊，可能会用于防御。飞行表演完成后，有2架歼20以小航线的轨迹降落航展现场，竖起压翼，以敬礼的姿态近距离从观众面前划过，瞬间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其实能在航展这个平台与大家见面，我相信飞行员肯定也很荣幸，也很自豪，然后也很兴奋。我不知道您注意没有，一般飞机有一个减速板，当我们执行重大任务或者经过观礼台的时候，一般会向观众示意，相当于军人的敬礼啊，他会来放出自己的减速板。然后16飞机的话，就是机背上有一个减速板，然后20飞机就是它的压翼啊会立起来。然后飞行员在地面观察的时候，在确保安全的时候，会给大家尽量呼应，然后一种互动吧。歼16战机首次以编队形式亮相，2架歼16先是以全加力状态从观礼台前方大速度通场，转弯后双机同时打开加力，进行低空加力状态极限坡度盘旋。今年呢，我们选择了双机表演，为了更好的展现呢长两机之间的相互配合、相互支援的这么一个能力。现代战争呢，不是某一架飞机的单打独斗，更多呢需要机组之间各个成员之间的一个相互配合。双机盘旋改出后，开始进行直线增速，进行大仰角跃升。飞行员以4个 G 的载荷将战机迅速拉起，随即双机开始下降急转，将机头对正机场跑道后，以低空大速度通场。连贯震撼的动作，充分地展示了歼16战机的卓越性能。空军航空开放活动长春航空展上备受关注的还有运油20。在这次活动中，运油20的飞行表演可谓是吸睛亮眼。我们在现场了解到，在鲲鹏家族里，运油20可是一专多能的多面手，可以实现空中加油和空中运输状态的快速转换。运油20是中国新一代空中加油装备，可有效增强航空兵远程机动能力，是名副其实的空中力量倍增器。
刚刚完成现场表演的空军运油20飞行员王宇玲告诉深圳卫视记者，运油20是在运20的基础上研制生产的这种多功能的加油运输机，是我军新一代的空中加油装备。它具有这种航程远，然后储油量大的兼容性高的特点，有效地提升了我们航空兵部队的作战半径，是我们战略空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它还兼备着与运20相同的空中投送能力。运油20驾驶员王宇玲介绍，此次运油20共展示了3类技战术动作，主要包括与歼20空中护航编队通场、与歼20歼16加油编队通场，以及短距起飞、阿富汗式着陆拉升、大坡度蛇形机动等单机机动动作展示。实际上，主要的目的就是一方面向公众展示我们人民空军近些年的建设成就，另外一方面就是向大家用飞行汇报的这种形式，展现我们日常战训的一个常态。以加油机编队通场时，运油20、歼20、歼16飞机在空域迅速集结，完成空中加油编队。运油20缓缓放下输油管道，歼20、歼162款重型战机紧随其后进行伴飞，展示了现代空军体系作战特点和多机种协同的远域作战能力。运油20在现代战争中是战役空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支援保障作战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运油20经常与多机型、多批次的飞机组成这种战斗编组，发挥整合这种多重的作战效能，形成精准高效支援保障能力，所以就提高了这种作战半径，有效地提升了这种持续打击和持续作战，还有远程控制和部署的能力。运油20飞机采用的是软式空中加油，加油机通过加油软管向受油机输油，在汇合对接时，空中加油机释放加油软管后保持稳定飞行，由受油机飞行员操纵飞机，将受油机上的加油锥管与加油软管上的锥套连接，接受空中加油机输送的油料。空军新闻发言人谢鹏大校指出，运油20、歼20和歼16 5机同框，直观地展示出人民空军体系作战、体系制胜的能力不断提升。这次航空开放活动期间，运油20、歼20和歼16 5机同框，让国人为之振奋，也让我们身为空军的一员感到感慨。5机同框直观地展示出了人民空军体系练兵、体系制胜能力的不断提升，反映了聚焦战场、抓实战化军事训练的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反映了我们空军现代化武器装备建设、发展和列装的速度不断加快，同时也反映了我们展示空军形象、宣扬空军自信的格局在不断拓展。在日前举行的空军航空开放活动长春航空展上，有着上百型装备参展，涵盖制空、防空、预警、空降等类型，体系展现人民空军发展历程，特别是新时代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王先生，您在现场对这次活动有怎样的观察呢？今年的长春的航空开放活动，应该和以往相比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应该说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感觉呢，对我来讲的话，感受比较深的，第一个呢，就是它在时机的选择上和以往有很大的不同，体现出这个组织者呀，在时机的这个选择上一个精心的安排。因为这一次的这个航空开放活动啊，实际上是3个时间点的一个交集。第一个呢，就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第二是人民军队成立96周年；第3个呢，就是新一届的空军的飞行学员们入学，这样3个时间点的这个集合，可以说呢，从时间点的选择上啊，体现出了人民军队的这种红色基因啊。人民空军在党的领导下，在这个人民军队的建设发展过程这个中间呢，实际上是作为一个重要的环节，也体现了人民空军的这种成长壮大的历程。第二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一次的这个航展呢，在现役飞机的这个展示过程中间，呈现了一个完整的现役装备的这个体系，体现了人民空军建设发展所取得的新成就。在机型上呢，涵盖面是比较广的，特别是先进的新一代的隐身飞机歼20，还有这个20系列
实际上这个比较完整的呈现在这一届航展上。就是像这个运油20、歼20还有直20，这都是这个受全国人民关注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航空开放活动中间体现出来空军的这个装备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战斗力有一个大幅度的这个提升，体现了人民空军在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方面有了一个大幅度的增强。这次活动的空中表演当中，既有运油20与歼20、歼16同框亮相，又有各型军机精彩飞行，还增加了空战对抗实战科目展示。那张先生，您在现场观看了飞行表演，那么哪些是让您觉得印象深刻、感觉最震撼的呢？可以说各有各的精彩。那么我个人呢，比较关注运油20的飞行表演。首先呢，从这个视觉冲击力上来看，它的一些动作都是很震撼。视觉冲击力很强，比如说4架歼20，伴随它进行低空突场，包括歼20和歼16为它进行这个伴随通场，可以说有一种泰山压顶的感觉，非常令人震撼。再比如说它在空中打红外干扰弹它打的数量是非常多，这个效果呢也极具视觉冲击力，要比这个战斗机打红外干扰弹的效果更令人感到震撼。除了这个令人感到震撼以外呢，我觉得它进行的几个动作实战意义都很强。你比如说它进行所谓的阿富汗式降落，那么通常的降落的这个运输机客机降落的时候呢，它的下滑线都是比较缓和的。但是它进行这个阿富汗式降落的时候呢，它在中空靠近机场，在接近机场之后呢，在水平距离比较近的时候呢，急速向下俯冲。那么在接近跑道大概是100米左右的高度呢，然后再拉平，这样的优势在于就是它可以极大的降低自己暴露在对方可能的便携式防空导弹的射程范围内的时间和范围，提高它的生存能力。除此之外呢，它还进行了蛇形机动，或者说叫 S 型机动，那么它的整个坡度变化达到了90度。对飞机结构强度，包括操纵性能的要求都很高，那么可以说，飞行员把这款200吨级的运输机飞出了战斗机的感觉。剑指苍穹，大洋立冰。建军节前夕，人民海军传来好消息：山东舰在某海域开展实战化训练，全面检验部队整体作战能力。与此同时，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抵达汤加王国进行友好访问，并提供人道主义医疗服务。那么，人民海军如何践行捍卫海疆、守护和平，全面提高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能力？建军节当天，海军南昌舰隆重举行升旗仪式，8一军旗在南昌舰缓缓升起，官兵们整齐列队，精神抖擞，面向军旗庄严敬礼。96年前，南昌城头升起第一面军旗，从此南昌之名便深深刻印在每名军人心中。96年后的今天，南昌之名已在海军舰艇更续3代。从接收的起义舰艇到国产第1代导弹驱逐舰，再到国产万吨大驱首舰，南昌这个英雄的名字，也见证着人民海军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跨越式发展。目前，我国已经进入3航母时代，分别是已经服役的辽宁舰、山东舰，以及还在建造的福建舰。7月28号，人民海军官方公众号发布国产航母山东舰最新训练动态。报道指出，山东舰在某海域开展实战化训练，全面检验部队整体作战能力。此次训练，山东舰严格落实实战化训练要求，坚持用战场思维挖掘训练潜能，发挥出海上训练的最大效益，飞机架次、训练难度、任务强度等多个方面实现突破。从视频画面可以看到，此次航母编队除了山东舰以外，还有多艘驱护舰、1艘补给舰。山东舰航母进行了昼间和夜间起降歼15，护航舰艇则进行了主炮射击、近防炮射击等实弹演练。前往深海大洋进行训练，主要是要体现作为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它要有远洋，就是出岛链航行的这种能力，要能够在陌生的海域和空域执行军事任务的这种能力。其次，它要演练在远海的地方进行这种舰机的协同，
其次呢，航母编队出去以后呢，就是它既有水面的舰艇，还有就是水下的潜艇，还有空中的这种舰载机。那我们就要看它的这种就是整个的编队的这种能力啊怎么样。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这种战训的转换，在这个远海训练的时候呢，还要检查它这样的一种能力。2019年12月17号，国产首艘航母山东舰在海南三亚某军港交付海军。入列以来，山东舰坚持边备战边建设，航母编队战斗能力不断提升。而在实战化训练过程中，山东舰的航技也在不断拓展。今年2月，海军曾发布“舰阵踏浪，逐梦海天”图文，公开了山东舰航母编队在南海海域发现敌潜出舰艇，准备实施合同对海突击的实战化训练影像，展示已经具备远海战力。今年4月，山东舰航母编队首次出远门，穿越菲律宾与台湾岛之间的巴士海峡之后，进入台湾东南海域，展开在西太平洋海域的演训活动。值得指出的是，山东舰还参加了解放军东部战区4月8号至10号连续3天组织的环台岛战备警巡和联合利剑演习。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小卓当时证实，演习第1天，山东舰航母编队已经潜出到台湾岛的东部，与参演兵力一道从台岛的西部、北部、东部及南部对台湾岛形成不断进逼的合围态势。它在台海的东部，很显然是和西部的这些部队呢进行一个配合，或者是进行一种组合。那它就要体现航空母舰这种编队能够具备啊，就是用舰载机啊、导弹呐、等等啊，对陆攻击的能力，还有呢，就是它海空协同的能力。通过参加就是这个环台岛的战备警巡和联合利剑演习，它就是凸显了就是它的这种远海封锁啊作战的能力，争夺制海权、制空权的能力，以及对陆攻击和海空协同的能力。还有呢，就是它和其他的部队啊进行联合打击的这种能力。在人民海军发布的山东舰的最新训练画面中，还包括舷号为106的055型万吨大驱延安舰。那么，作为我国最新型的驱逐舰，跟随航母出海扮演怎样的角色呢？2020年1月12号，首艘055驱逐舰南昌舰正式入列人民海军，舷号101。随后，同型驱逐舰相继公开，分别是舷号102拉萨舰、舷号103鞍山舰、舷号104无锡舰、舷号105大连舰、舷号106延安舰、舷号107遵义舰和舷号108咸阳舰。至此，人民海军已有8艘万吨大驱获得官宣，前后仅用了3年的时间。055的满载排水量约1.2万吨，相当于2艘052C 满载排水量之和。从外形上看呢，有着非常现代化的隐身设计，大量雷达和电子设备集成于桅杆，使得全舰显得异常的简洁，能够显著降低雷达反射截面积。所以055尽管舰体庞大，但是隐身性实际上要超过比它小一圈的052型驱逐舰。大吨位也给055带来了诸多好处，整艘舰的综合作战火力相当强大。055上有112个垂直发射单元，使用的是一款通用的大口径垂直发射装置，可以根据需要装载多种尺寸、多种用途以及冷热2种发射方式的导弹。可见055是攻防兼备的海上多面手，能够执行防空、反舰、反潜、对陆攻击等任务。而值得指出的是，垂发单元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驱逐舰的战力强弱。以防空作战为例，如果遭遇敌方4机编队发射8枚导弹攻击，只安装有64个垂发单元的驱逐舰，可能2个拦截波次下来，被海上舰艇编队打散的区域防空导弹就打光了。而055则可以抵挡4到5波次的攻击，有着更强的编队防空能力，撑更有力的保护伞。除此之外，055还装备有先进的声纳系统、反潜鱼雷发射管以及双机库，综合反潜能力，特别是远程航空反潜能力，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处于一流水平。不仅如此，055还装备世界先进的指挥、通联和传感器系统，拥有非常强大的对空监视、空情保障和通联引导能力，能够充当指挥舰的角色。
055既可以单独执行任务，也能伴随航母编队出海。如果编入航母编队当中，它能够作为防空指挥舰，也就是探测周边空情，并及时接收其他舰只和飞机发来的信息，然后再迅速告知其他舰机该去哪里和该干什么，为航母分担很大的指挥压力。从官方媒体报道的情况来看，055万吨大驱不仅服役速度快，各艘舰入列后就接连出海展开高强度操练，快速形成战斗力，成为人民海军新质战斗力。就在1个多月前，央视还透露了福建舰已按计划顺利展开动力测试和寄泊试验，海势在即的消息。相信由航母携带055挺进深蓝的威武身影，未来将会越来越多的被看到。除了航母力量以外，人民海军服役的3艘075型2栖攻击舰也受到广泛关注。从外观上看，这一型舰约有15层楼高，和山东舰、辽宁舰航母的高度几乎一致。甲板采用紧凑型的编导式布局，最大限度提高了甲板作业面积。直通甲板面积相当于20个标准篮球场，可以同时起降多架舰载直升机，极大地提升了解放军的立体登陆战力。据报道，075型2栖攻击舰已经多次前往西太进行远海训练。今年3月，央视军事报道称，由2栖攻击舰海南舰、导弹驱逐舰呼和浩特舰、导弹护卫舰柳州舰和综合补给舰查干湖舰组成的南部战区海军远海联合训练编队完成战训任务返港。海军远海训练编队30天航行9000多海里，先后在南海、西太平洋等海域训练，锤炼部队联合作战能力。6月29号，2栖攻击舰广西舰又经大隅海峡进入太平洋。这个2栖攻击舰呢，过去人民海军是没有的啊。我们一般就是进行远海兵力投送啊，或者登岛登陆作战呢，比较大型的平台呢是船坞登陆舰，比如说井冈山呐、长白山呐，是这样的舰艇。但是当我们有了像海南舰、广西舰这样的2栖攻击舰以后呢，我们在远程兵力投送上就有了更好的、更大的平台啊。所以海南舰和广西舰啊前出太平洋展开远海训练，它要体现就是你的人民海军具备了远程兵力投送的这种能力。伴随装备更新换代的是海军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大幅提升。近日，中国海军第44批护航编队在亚丁湾某海域分别组织淄博舰、荆州舰、千岛湖舰开展多场实弹射击训练，有效检验各级指挥员在实战环境下的组织指挥和应急处突能力。8·1建军节前夕，海军第44批护航编队淄博舰还围绕“壮阔征程，核心领航，强军有我，请党放心”主题，组织宣誓仪式，开展水兵文化艺术节等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庆祝8·1建军节，让广大官兵在重温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奋斗历程中，牢记职责使命，赓续红色基因，立足护航一线，献身强军实践。今年已经是中国派出海军护航编队前往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的第15个年头。我是中国海军护航编队，如需帮助，请在16频道呼叫我。这条以中英2种语言播发的通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航经亚丁湾、索马里海域中外商船的平安之音。迄今为止，中国海军已经累计派出44批100余艘4舰艇参加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完成1500多批7000余艘中外船舶护航任务，解救接护各类船舶近100艘，其中外国船舶占50%以上，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定力量。此外，海军和平方舟医院船正在海外执行和谐使命2023任务，这是和平方舟第9次执行和谐使命任务，开展人道主义医疗服务。当地时间8月1号上午7时13分，执行和谐使命2023任务的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在汤加努库阿洛法港与中国驻汤加大使馆共同举行隆重升国旗仪式，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6周年。
汤加是世界上唯一使用东13区时区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早迎接太阳的国家。官兵们迎着全球第一缕朝阳，向鲜艳的5星红旗敬礼。山东舰航母在大洋深处开展实战化训练，昼夜放飞歼15飞鲨，检验哪些海上战力。万吨大驱延安舰跟随护航，担任带刀侍卫，如何显示真功夫？军情直播间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回到军情直播间。日前，人民海军发布消息称，山东舰挺进大洋立冰，在某海域开展实战化训练，特别提到复杂海况下放飞歼15舰载机。王先生，您是如何评价山东舰携飞鲨在远洋进行实战化演训的意义呢？我感觉到这个训练呢，实际上在4个方面大幅度提升了我们这个歼15飞机的这种实战化的这种能力，对于他们战斗力提升是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歼15的飞行员们，他们在昼夜各种复杂气象条件下，在这种高强度连续的这种战斗出动的这种能力得到了一个极大的锻炼，这是非常符合于实战条件的。第二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这样的这个歼15飞机啊，它跟其他的这种舰载机以及它和这种舰空火力之间的这种协同配合、联合作战啊、体系作战这方面的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锻炼。第三个呢，作为一个编队的这样的这个出动，航母作为它的一个核心，在这个过程中间，航母编队的指挥员，那么他们在作战筹划和组织指挥方面的这个能力，在实战化的在远海远洋这样一个环境中间，他们的组织指挥能力也是得到了一个极大的锻炼。最后呢，航母的这个运作呀，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在这种远海远洋的这种背景之下，带有实战条件下的这种背景之下进行的这样的实战化的一个训练呢，实际上对航母编队的综合保障以及舰载机在航母上的这种调运作业，都是一种这个考验。这些4个方面得到一个综合锻炼以后，我感觉到这个航母编队在远海远洋的这种夺取制空制海权这方面的这种作用，今后可以得到一个进一步的发挥。近日，海军第44批护航编队在亚丁湾某海域分别组织淄博舰、荆州舰、千岛湖舰开展多场实弹射击训练。张先生，海军护航编队一直有着走一路练一路的传统，那么如何检验战舰性能和锤炼官兵能力呢？那么每一批护航编队呢，大概从出港到返港，那么总的时间呢，大概是半年，也就是6个月左右。那么除了进行远洋的适应性训练之外呢，我们每次执行任务还要有针对性的训练。首先是针对要执行的任务进行反恐、反海盗针对性的训练。在这个基础上呢，还要进行战术技术科目的基础训练，以及战斗操作训练。那么有的部队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包括返港的过程中呢，还要和外军进行联演联训，那么综合提高它的防空、反舰、反潜作战能力。我们如果把这个时间轴进行放大，通过对比我们早期进行亚丁湾护航和第44批护航我们这个对比就能看出来。我们早期进行护航的时候，有些官兵呢对于能不能胜利圆满地完成任务心里也没有底，但是现在我们再执行这类任务，可以说是信心满满、底气十足，胜似闲庭信步。